每到8、9月份，也就是悉尼的冬春，君子兰就陆陆续续开始开花了。君子兰在悉尼是可以养在户外的，用花友的话来说，就是天生天养。只要给它一个背阴的地方，不用施肥，不用浇水，靠天吃饭，年年都能开。刚刚这些照片都是去年君子兰盛开的时候拍的，这会儿今年的才陆陆续续开始长花苞、抽花亭。那些红红的果子是去年花谢后结的种子，这些种子也是他自己要结的，在户外可能有风也有虫，就授粉结种子了。这些种子最初是绿色的，慢慢的变成红色，不管是绿色还是红色，一穗圆圆的果子在那儿也挺好看的，我就随它去了。当果子变成红色的时候，就表示种子成熟了，这个时候的种子就可以拿去种了，它自己落到地上也可以生根发芽。你看那儿有种子已经露出来了，它自己是不会变成这样的，这应该是被虫咬的。我有时候也会把这些红球揪下来，随手扔到边上，它就会长出新的小苗。所以君子兰是可以靠种子来繁殖的。当然另外一个繁殖方式就是分株，但我觉得种子繁殖就很容易，所以并没有分过株。我揪2粒种子来看看。你看这2个红果子并不是滚圆的，是因为它里面是包裹着好几个种子，所以它的形状就没那么规则了。我给它捏开看看啊，我不想沾手，正好有个塑料袋，我就套着把它捏一下。看到吗？里头有好多粒种子，7粒，就这么一个球里头。这种下去就能再长7颗，不过不是每一个圆球里头都是7粒，它的数不固定，有多有少，有时候还可能只有1个。到院子里墙根下找找，你看很容易就能找着小的。这大概就是一粒种子落在这儿，长了这好几颗。你看它都没有埋在土里，就是在这些落叶子的下头。君子兰也是兰花，是地生兰，它的根儿也很胖，所以能储存水分养分，还算是比较抗旱吧。所以如果你是养在花盆里，浇水不能太勤，一定是得干透了再浇。你看这些小君子兰，也就是刚刚接触到土，埋在叶子底下都可以长。而且你看我就这么把它拔出来，它还是可以活的，一点都没有问题。你就扔到这儿，放1、2天它都不会死。我这么说倒不是我把它拔出来扔到这儿放过，是我们家的狗比较讨厌，经常会扒拉土，就有可能把小君子兰扒拉出来了。我发现了呢，就把它埋回去，我都不知道它在土外面晾了多少天才被我发现的。不是只有小君子兰可以拔出来，你看到这颗大的吗？是我从别的地方拔出来蹲到这儿的，带着这些果。我以为今年也许它不开花了，你看它还是会长花的。这儿原本有一颗，结果被我们家狗在那儿跑来跳去的，把叶子劈着咔嚓都给踩断了，那颗就死了。所以这儿就出了一个缺口，我觉得很不好看，我就从另外的地方拔一颗蹲到这儿，都没有好好埋，基本上那些根就在这些叶子下头，就是根在地上那些枯树叶的下面。我发现君子兰的根不算太深，所以想要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往上一拔就提出来了，很容易就提出来了。这棵我蹲到这儿大约也就2、3个星期吧，过来的时候那些果子都是红的了，但这个花芽是没有看到的。今年这刚看到1穗花，去年是2只，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再出1只。这儿有一棵是2只花，这会儿去扒拉扒拉看，
差不多每一棵都有花园，就是有的还藏在里头。君子兰是喜阴忌强光，喜凉爽忌高温，生长适合的温度是15到25度，低于5度的话就停止生长。但是其实它也挺皮实的，悉尼的温度绝对不会是只有15到25度那么舒服，5度倒是不至于那么低，但是夏天的高温也是挺吓人的。可是它们完全没有问题，年年开花。有没有发现这颗君子兰和刚才拍的不太一样？是的，这是另外一个品种，它的叶子比较窄，但是比较长，所以它长得比较高，花也很多，但是花色会比较淡。刚才那个宽叶子的花色更红一些。刚才我们不是说繁殖可以分株吗？你看这是一丛，其实是一颗，我们扒拉扒拉看看，它从旁边还会长小的，一颗就变成了一大丛。但是它真的是不经晒，当然悉尼的阳光也是比较强，你看晒到的部分就这样，这是晒伤。你再看看它的叶心儿，因为光强，小叶子居然扭头往里长。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它脑袋顶上的那棵芒果树枝子垂得太厉害了，就把下面的给剪掉了一些。这突然的改变就让这君子兰扭头往里长，看来它还挺不傻的哈。对了，冬去春来，不光是君子兰要开花，看这芒果树也正忙着开花呢。但是橘子就落差不多了。但如果仔细看一看的话，橘子也在长花苞，就是太小，以至于你基本上看不见它，跟小米粒儿似的，应该比小米粒儿还小。对了，如果你是盆栽的君子兰又养在室内的话，没有蜂和虫帮忙，可能你需要给它帮一下忙吧。找个毛笔刷一刷那些花粉到雌蕊上，再蹭一蹭，可能就能授粉了。像我的话，基本上是简单粗暴，直接掐一个雄蕊下来，到雌蕊那儿碰一碰。雄雌蕊很好分的，雌蕊只有一个，雄蕊围着一圈是黄颜色的。我之前的家里还有这种品种的君子兰，但现在这儿没有了。我搬家的时候也忘了揪几粒种子或者拔着一颗过来，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个品种了。这个品种应该是叫垂笑吧，没有刚才那两种常见。另外我发现我现在家里的君子兰总是比别人家的要晚一些。你看，这是今天出门拍的别人家的君子兰，已经开了这么多了。但是这一家最耀眼的可不是这些君子兰，而是紫藤。他家院子不大，却有一棵巨大的紫藤正在开花。我只是路过这里，远远地看到这座淡粉紫色的房子和房子前面那一大片紫藤，就忍不住过来想拍张照。刚好房子的主人就正好在院子里打理花草，很热情地邀请我说：“你进来拍，进来角度比较好。”我也就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，进到院子里拍紫藤，就发现了紫藤下面的这些君子兰。我还问他这些紫藤长了多少年才长到这么大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他搬进来的时候这个紫藤就已经很大了。紫藤我本来也是很喜欢的，但是到悉尼以后，我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是它冬天还是会落叶，可是悉尼的冬天并不会下雪，而且还有很多植物都是绿的，就是在一片绿的当中有那么一些乱糟糟的枯枝，就感觉不那么漂亮了。但是一到春天，爆发出瀑布般的紫色花穗还是很漂亮的。又看到君子兰了，
君子兰粗放一点养，年年会开花，太过精细，很可能长很多叶子却不开花。